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小杰，21岁，来自山西，学生；小齐，21岁，来自山西，学生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觉得你们的感情基础怎么样？还行，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，我们都是单亲家庭，所以说比较缺爱。同时呢，我俩都比较喜欢骑摩托车，所以说我感觉还是比较般配的。你这次来想解决什么？我很爱他，但我俩总是闹矛盾，让我越来越情绪化。我现在爱他爱得不快乐。你对对方有什么不满？他无时无刻需要我陪他，脾气大而且霸道，对我的爱挺自私的。他明明知道我没有安全感，但他还是跟别的女生没有边界，而且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。哎呀，听起来是挺相爱的，有感情，但是这相处的挺困难，不愉快是吧？对，就是我的这个性格本身，我就是那种比较个性的，不爱干那些小女孩爱做的事儿，什么逛街呀、看电影呀，我都不喜欢。我平时就喜欢骑骑摩托车、爬爬山。然后在谈恋爱这方面呢，我就喜欢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。然后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我很想大学能被求婚、被领证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在我人生当中是非常独特的事情。所以说今年我就在我老家看中一套房嘛。之后呢，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说妈，我想提前买一套房，以后结婚用。因为我妈之前也见过他，也挺喜欢他的。之后我妈就答应先帮我垫付一下这个房子的首付，然后我每个月呢也在做兼职，就是还给我妈一些钱。但是我把这件事跟她讲以后，我说我想等你年底一过生日，正好22岁，我们就拿着那个身份证去领证结婚。然后人家一脸不高兴。我觉得就特荒谬，就很疯狂，因为我刚22岁，我刚大学毕业，刚出这校门，我连一个稳定的工作我都没有，他就让我跟他领证结婚。如果我不领这个证，他就说我不爱他，我俩就吵。人家婚房都准备好了，是，但是他压根儿没跟我说。不是我准备婚房，我是害他们，我给他都把这个最难的问题解决。你那婚房不是妈妈买给你准备的吗？是，但是我想跟他一起，就是我不想给他太大压力，我就是想跟他结婚，我可以负担多一些，我就想有个温暖的家。他总说我不领证就是不爱他。我不爱他，我微信朋友圈，我现在10条，我有9条我发的都是他。朋友圈和领证能力。你先别说这些，我今天带了一个截图，可以给大伙看一看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啊，来看看，10条朋友圈9条都是女朋友。哇，哦，这左边是男方朋友圈。对，我的朋友圈全是他，他基本上就没有我的存在。我怎么没你？我这置顶不就是咱俩吗？我又没隐瞒，别人说我没对象。那为什么呀？你看他每天发的哈，就反正他发的朋友圈基本上都是你吧？我帮女生说一句话，就是他这个置顶是所有人公开可见的，是的。其实也不需要每天都发他了哦，因为他其实这个置顶其实就是说我有对象了。但是我觉得我的朋友圈全是他。这是你主动发的吗？是我主动发的，没有他的引导或者强迫。没有。怎么没有？刚开始我们刚在一起，他就不愿意发，然后之后我跟他说你能不能发我嘛，他后来倒是还好，他就开始一直发。你不能因为这个朋友圈都发他，然后以此来逃避结婚呢？不是，我想逃避结婚，我是想的是我刚大学毕业吧，我得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了。找到工作以后，我们再想之后的事情。可是我就想毕业结婚呀，我就觉得，因为他们都说毕业季就是分手季，我就怕以后失去他。那你说说他现在爱不爱你吧？咱先不畅想以后，先说现在爱不？我知道他心里肯定是有我的，但是我们就一直有很多矛盾，然后就没有解决，一直冷战。举例什么矛盾？首先就是结婚这件事儿，我想跟他领证，他不领，然后他就开始这样子。还有一件事儿就是骑摩托车嘛，然后我刚开始是我追的他，其实。哟，你追的他呀？对，我当时就觉得他挺有意思，挺帅的，然后就让我室友拿着我手机问他要微信，要上微信之后我俩就认识了。我刚开始2个月，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啥也不干，先奔学校那早餐店给他买上1袋早餐，怕他口渴豆浆不够喝，买2杯。买上豆浆之后，中午他去广播站广播，然后我又怕他没时间买饭，我又自己不吃饭，把饭买好给他送过去，等着他一块吃。然后刚开始对我还是爱答不理的，直到有一次我下课我说，哎，骑摩托车兜兜风走吧，问他去不去，人家竟然说去了。当时确实看他骑摩
摩托车觉得挺酷的。这姑娘，你给她每天早饭、中饭的送了多久啊？送了2个月。哇！哎呀，你好幸福呀，小朋友，有毅力啊！当时就觉得他人特别的好，所以我们。你咋舍得让这么好一个姑娘追了你2月你才答应呢？可能觉得我俩爱好可能不太一样，当时。那人家跟我装高冷吧，刚开始。那后来怎么就答应了呢？就因为骑摩托车挺酷。确实挺酷的，而且看他给我送2月饭，确实这样的女孩很难见啊。是，确实是。你还挺聪明啊。对，你还知道挺难见。不，这摩托车一坐，找着感觉了。摩托车对我而言，就像我俩连接的一个纽带一样，就我心里真的很珍视它。到后来呢，他就攒钱打工，给我买了我人生中第1辆属于我的车。哎呦！然后我当时也想让他跟我一块儿骑，我也攒钱给他买了1辆车。我们当时一块儿骑车骑了10个小时去重庆，就对我来说真的很浪漫、很美好。我就喜欢这样的生活。但是就在年初1月份左右吧，我骑车着急嘛，不小心摔了。我觉得骑车摔很正常呀。但他就变了，他又开始把我钥匙什么的都藏起来，就不让我骑车了。您可以给大伙看一看，就是他脚上这块疤，就是当时骑车摔的。都这么长时间，这疤现在都没好，一直增生。我当时领他去医院，大夫说再晚来2分钟，他都得植皮了。我当时心都快碎了。我知道你心疼我呀，真是我怕他安全考虑，我就不让他骑了。而且，他爸当时给我打电话。他爸当时电话里说的很坚决、很果断，说你要是再让我女儿骑摩托车，你俩就趁早断了。一边是他爸，一边是他，我很难办。我知道这件事他是关心我，但是我觉得他可以换一个方式，他不应该直接把这个车的钥匙就藏起来。他骑的那个摩托车是那种赛车摩托车，特别快。我也为他安全考虑，我也有一车，但是不是那种样，没那么快。我说以后我骑我带你吧，坐车和骑车不都一样吗？所以矛盾和分歧从这儿就开始了，对，是吧？对。那后边还有什么事情让你们觉得是那么大的分歧呢？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段爱情非常的不顺利，那个男的骗了很久，出轨啊什么的，所以我后来对于爱情真的就是信任感变得很低，而且对于异性这个事情就是很敏感。我其实说实话，我挺缺安全感和陪伴的，我感觉我很需要人陪。我没法就是一个人孤独，我又不爱去社交，所以平时就很孤单。他天天跟我说他缺爱，他也喜欢养那些小宠物，我都给他养了。他喜欢养的小宠物很特别。什么呀？鸟、兔子，还有小蜥蜴，还有耗子。他养那兔子，他只负责喜欢。后期全是我来替他养。那个兔子不可爱吗？是可爱，当时小兔子是可爱，现在养10斤多了。10斤？兔子养10斤啊？那兔子夏天在家里头养，味儿多大呀！还有那小老鼠，现在都这么大了，就是他只负责喜欢，其他都是我来养，都是我来干。那你说你都满足他养动物的这个需求了，但女生还是觉得。就是没有安全感，对，没有安全感。你哪些方面体现出你觉得他没有那么让你相信？有一个方面，就是那会儿我跟他说，我确实这方面很敏感，我很缺爱。我说你在异性方面，你稍微迁就我一下，因为我本身我说实话，我没什么异性朋友，我也不会做让他误会的事儿。我希望他可以像我一样，结果人家。在校外兼职，那么多兼职都可以做，人家偏偏做少儿内容的兼职，就一个女孩特多的兼职，那些女孩说话全都是就是这样的声音，就做这种女孩特别多的。然后最不理解的就是他跟其中一个女孩，人家发一条朋友圈，他赞一条，发一条赞一条，就因为这事儿跟我吵。这是我底下我成员，我给他微信朋友圈点赞，我觉得没什么的呀。那你平时也不给别人点赞，你就给他点赞，这是关键。怎么别人不点啊？别人我也点，是他看不到。可能因为这个女孩让他觉得有危机感了。对，他也觉得有危机感。但是我和他又什么没有。除了点赞，还有什么其他事儿你不舒服？还有之前他有个艺考同学，你认识我早嘛？之前天天聊天，有一天那女孩心情不好了，跟舍友吵架了，然后就跟他抱怨。人家怎么安慰那女孩呢？把我跟她聊天记录直接录屏给那个女孩发过去，俩人一唱一和，那哄得高兴的，那女孩咯咯咯那儿笑啊，就开始笑我有我老家那边的口音。然后你是不是山西太原人？你怎么知道我是？因为我也是太原人，我听到你亲切的乡音。那这样我就不占理了，我。对，然后那个女孩就说什么啊，他们平时就这样说话吗？他们是故意这样说话吗？好搞笑。是。然后人家又在那说
啊，他们不是故意说话的啊，他们应该就这调。我觉得就只是个调侃，你为什么拿想你的女朋友去跟另外一个女人调侃？确实当时是我的问题，而且当时我俩也说了。那你还占什么理儿呢？是我没有理，因为确实是我错了。你本来就没有理。对，当时我也说了，该怎么办我怎么办，我道歉也好。他情绪化一上来就和我吵和我闹，我把那女孩也删了。当时我俩已经说好了，这事儿咱们就过了，咱们翻篇就不谈了。他翻篇的方式是啥？就是我看见之后抢过来手机，哭一删，看没记录了吧？你找不到证据了吧？这就是他的解决方式。是我知道当时自己有错，但是你跟他道歉了没嘛？道歉了，而且那女孩我现在都不联系了。可他明明知道我没安全感，我在这方面很敏感，他还这样做。不是姑娘，我觉得这个不是安全感的问题了。它超过了让你信不信任和相不相信的所谓的安全的问题。这个你不要自我矮化。我就觉得你说话老好听了，我可喜欢听了。我也觉得特别好听，对，声音又好。你们俩什么专业的呀？播音主持。你看，怪不得声音好呢。我这一听，这2个主持人在台上吵架，这事儿很少见。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播音专业嘛，学校经常有比赛呀什么的。我就特别想和男朋友一块参加个比赛，我觉得2个人一块打磨一个作品真的很幸福。是，然后我每次又跟他说，我们一块组队吧，人家不，人家各种推，我都以为他不想参加比赛了，结果人家哭4个人组好队了，上台比赛了，拿了第1名，拿回来名次以后跟我说什么呢？说你看吧，幸好没跟你组，跟你组还拿不上这名次。因为我这个人对专业是很严肃的，我俩当时试了一下，确实我觉得我俩不搭。实话实说，你俩的专业谁好一点？确实他好。对呀，你这个确实是有口音。你说私下里说话，我觉得有点口音挺可爱的。但你要是说你们要组队去参加专业的播音主持的比赛，那换我也不和你搭呀，姑娘。对呀，因为我其他的关键不在这儿。关键是你已经跟别人组队了，你不跟我说。哎，你早说，我也找一个，哪怕专业好不好再说，我也能组一队。你不说，我求了你这么久。沿着雷老师的话说，我就专业没那么好，你就陪着我参加个比赛，拿不了第1就怎么了？对啊，我就觉得名次无所谓呀。你俩其实想的不一样。他想的是，我就是为了比赛体现专业水准。我在这个比赛上不想跟你谈情说爱。他的需求是这个，你的需求是什么？比赛一点都不重要，咱俩在一起最重要。是，对，他是2条轨道。他就是一直就是这样。自从我和他相处以后，我俩衣食住行基本上都在一起，朋友们基本上都说我是恋爱脑。我总感觉他从来没有在乎过我内心真正想要什么。就像比赛，他觉得表面上我跟你哄好就没关系了，但是他不会去想，我可能真的想跟他一块打磨个作品，我可能真的就是想我们一起完成一个作品，一起做很多事情。在他看来，就是我拖累他，我是负担，我想黏着他。他对我的爱就很自私。就像买婚房这件事，他都不和我商量，他就直接就买了，就什么就是。那你组队也不跟他商量，你就组了呀？对，就是2个人可能就都有问题这方面。老师，你们看我确实大大咧咧的，挺那啥的，但是其实遇到很多事情，永远都是我在替他出头。就比如说之前我们为了省钱，跟一对室友合租，那也是一对情侣，我们一块租房。然后那个女生吧就比较离谱，她把那个男孩的钱全拿走了，可能1个月给那男孩1、2块钱那种，就这样子。1、2块。对，就那个男孩买个1块的水都要问我们借钱。那个女孩有个最大的毛病，就是不爱 A 钱。她不管是水电还是出去玩什么的，她就不爱 A 钱，她就天天跟我抱怨这些，但是她从来不跟他们说，一直跟我说。那我性格就受不了这些，你不 A 我就问你要去，我就找那个女孩要，跟她吵了一架，最后那个女孩火了，我们翻脸了。搬走之后，她还去安慰那个女孩，说什么我处理方式有问题。因为他不管遇见什么事情，就情绪化特别严重。我觉得有什么事儿，咱们不能坐下来跟他好好谈，把话说明了。那你咋不谈呀？就是我想着我之后会谈，就是他干什么事就太着急，就觉得我不会去干。那你可以跟他讲完之后，你说你先别处理，过2天我说你先别急，我说这事儿我肯定给处理好了。但是我永远等到他性子急，他就不行。那就是沟通的问题了。那你们俩如果沟通出现了问题，或者事情发生了冲突、有争执的时候，会很激烈吗？很激烈，就是他情绪化一上来就开始手上拿啥就往地上摔啥。就我手机现在都是坏的，因为我为啥不修？修完还会坏，还会烂。摔手机。摔。但是他先激怒我的，我确实没法控制我的情绪。就说到这儿了，就有一件事儿，就是之前他有一天晚上跟我说，
走吧，我带你去吃宵夜去，大概9点多，带我去吃那个我特爱吃的烧烤。我当时很高兴呀，我就赶紧化妆呀什么的。我说那我们一块去吃吧。人家突然冷不丁来一句，不是你大半夜化妆，你给谁看？对他半夜9点钟，他化什么妆呀？就和我去吃口夜宵。我给你看呀，我就想在你旁边漂漂亮亮的。我当时都快饿得都不行了，我说咱们赶紧，咱们出去吃口饭吧。他平常白天化妆，我从来不阻止，1个小时起步化妆。你说你俩吧，听起来也没啥大事儿，但怎么觉得每件事都好像找不到一个步调一致的解决方法？你们俩比他们年长一些，是？你觉得他们这事儿是大事儿小事儿啊？太小不过的事情了。那这种小事儿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感情？我觉得还要磨合。那你们家是大事儿小事儿啊？我这家比他这事儿要大点吧。妻子呢？就他们的这事儿，你们觉得该怎么解决啊？没事，姐姐，你不用向着他，我知道他毛病多。你向着谁呀，妹妹？那肯定得向着我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男生不够爱这个女生。为啥？女人的直觉吧。那你直觉准吗？这个直觉厉害。直觉准是吧？我觉得。那问个更深入的话，那用你的直觉感觉你老公啊爱你吗？以前爱，现在不爱了。完了哦。可能这就是我跟大哥今天来这儿的目的。啊，就其实很爱对方，感受不到。对。我觉得吧，在他看来，或者说这位女生看来的话，就是这个男生一定要顺着自己的心思去走，或者说是怎样的，才叫爱。对。哦，那看来你也不顺着他，不顺着他的背后就是不欣赏他，不欣赏他，他就总结为不爱他，是吧？老师说的对。那老师们给这个小情侣一些建议啊。现在的20岁出头的很多，我觉得弟弟妹妹们，首先，我觉得你们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，最后才来聊什么恋爱观这些东西。宝贝儿，你的一些人生观，我觉得是有点错误的。大家同为女孩，我能够请你的部分是，我觉得你没有安全感，但是你把你的没有安全感放得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个世界上谁没有谁都能活下去。你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好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养了4只宠物。因为我自己是养小动物的，就是小动物它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陪伴的，并且去打理。否则你现在不会生活在一个如此舒适的环境当中，所以他替你去为你的选择买了单的，这真的是一种我觉得非常爱的表现了。因为宠物这个东西它跟人不一样，对待别人的宠物，它只能爱屋及乌，因为不是他自己选的。小兔子养到10斤，说明他用心喂养了。小狗狗每天都很干净，白白胖胖，开开心心的在家里面，说明他用心呵护了。所以你要去看它，就是已经为你打造好的一个生活环境，这是第一点吧。那第二点就是，我觉得你们现阶段来说，我觉得他有件事情其实做的没错，就是他组队去参加比赛这个事情，我觉得你不能说他有错，因为一个人他选择让我的履历表更好看，让他的档案更好看，没错的。因为如果他跟你分手了，他这个第1名还在那儿，他未来去参加工作，他去实习，都是加分项。这个事情没有错的，他是一个对自己人生负责任的人。是你在这段感情里面应该向你的男友学习，是为自己的人生做好打算和考虑。第3点，我们来讲你这个婚姻的事情。你非常好，你很优秀，你也很可爱，但是不要倒贴。倒贴是一个缺点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遇到一个好人，这个好人是什么？我不要你倒贴。你要是遇到个坏人，你试试，他立刻就跟你结婚，马上跟你领证，坐吃山空加躺平。所以你现在应该是开始练好你的专业，然后去实习。而且你才21岁啊，我们不要去强迫另外一个人马上进入到人生下一个阶段，这是不理智，你对他也不公平。你不能因为说你不跟我结婚你就不爱我，这个话其实说的对他非常的不公平。他甚至今天来到这个台上只想自证一句，我是爱你的。那么接下来当他面对你，比如说你觉得他跟别的异性你觉得不舒服了，我跟你说很简单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他晾在一边，你冷他，你别跟他纠缠，你让他自己动动他那个脑子想一想，他就会回来求你的。他一开始也说了，是因为你连续给他送饭，然后觉得你是个很好的人，你有多好他知道。男孩，你有很多处理问题的方式是高人一等的，你在俯视他，你明知道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爱你，干嘛呢？为什么给人一种这种被害者的角色，把自己装进去？不要这样，你也去好好努力去赚钱，然后从现在开始想怎么样真正的让他心理健康起来，不要去指责他，指责他没有用，指责他只会失去他。
谢谢老师。我觉得对于小杰跟小齐来说，你们更多的是享受当下，因为现在的你们这个年纪的爱情，可能一辈子在这个年纪只有一次，所以就是享受当下，这是第一点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关于理性的人跟感性的人在一起的恋爱观的问题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，但是如果想配合好的话，也能配合得很好。比如说发生了问题，我用理性的方式去分析，但是也不要忽略我这个感性的人他需要的情绪价值。那有些事情你不要太强硬去处理。跟姑娘说一句话，小齐啊，就是我觉得更好的去丰富自己的本领。你有你独到的真诚，人的真诚是能打败一切的。你们两个都是有的，你们两个都是很优秀的同学，所以这两个优秀的同学呢，我希望你们两个好好的去爱，然后你减少一点对他的怀疑吧，我觉得他也很爱你。我还挺喜欢这对小情侣的哈，我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很真挚，是真的彼此都喜欢对方，让我看着挺甜蜜挺幸福，而且两个都是这种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孩子。那男生呢，对自己的专业、自己的学业有要求，努力上进；女生呢，我觉得也是认认真真去爱一个人，没有保留，没有杂念，我觉得非常美好的这样一种大学校园的爱情。我们为什么说美好的校园爱情真正牵手走到一起的并不占多数？如果想走到一起，其实是我们爱情和将来的工作真的是双轨并行。所以咱也别天天说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了。你们大4对吧？对。我们的爱情无论再甜蜜，总归要面对社会，要工作。是。那你俩有啥规划呢？我其实一直就是想跟他一块儿做一个账号，就是情侣账号呀，或者是就那样子拍拍视频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其实挺有意思。男生觉得这个建议呢？我很听从他这个建议，因为我也觉得可以。所以我真的觉得，你看，女生。这男孩专业又好，对自己实习这1年的生活都有安排。你说你要那么多的担忧干啥？你这就属于给你们的本来风平浪静的生活非作出点花絮。你别以为这些花絮作一作代表你爱他，其实这作一作，在这种很关键的面向社会的时刻，你是添堵添乱的。你知道得不偿失。你以为我闹闹情绪、撒撒娇是为了让我们的爱情更好，实际上起的反作用。你们俩现在应该把劲儿使到一处，提高专业水平，做好自己想做的工作，未来携手并进，这样你们的爱情才能开花结果，让自己变得更勤快、更有斗志、更有上进心。也祝愿你们早日有你想要的那个幸福的结果啊！但不要着急，水到渠成。小齐，我觉得你特别的棒，但是有一个小点，就是我们每个人说的语言会决定你的生活。刚刚在我们整个对谈的过程当中，你提了很多次我缺乏安全感，但是安全感是你的课题，不是他的课题。因为你在上一段的感情当中，你经历过被背叛、被伤害，但是他是上一个男人给你带来的。你新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，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很多这种伤害的东西要想办法自己去提升，因为我们讲的是你自我内心的强大跟成长，这个是很难去依赖一个男人外界的力量给你带来了。因为小杰他也才21岁，他也是个小男孩，你说让他可能充当一个人生导师的角色，在你匮乏或者缺失的这一块，他来弥补你，他做不到。但是我觉得小杰，咱们作为男人，咱们这么高、这么壮、那么帅，我们心胸大一点，还是包容度高一点，啊，跟女生的边界感，知道这姑娘介意，我们就还是注意一点。还有一个点，刚刚小齐说到一句话，就说为什么会这么着急，这么小的年纪想要去结婚？你说因为要毕业了，很怕分手。但是在这里，作为一个已婚的老姐姐，想跟你说句话：结婚证从来保证不了爱情。你试图用这样的一个证书可以把它套牢吗？不可能。另外还有一个点，我也想分享给你。好，永远都不要在没有鱼的鱼塘里面钓鱼。也永远不要跟一个还没有成熟的男生去聊结婚，这个事儿不仅在为难你自己，也在为难他。你们当下的还是要专注于自己的成长，好好的去享受21岁这种很纯粹的感情，一定要有自信，带到你的工作跟生活当中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我知道了，谢谢老师。如果想更了解我们的曹初木老师呢，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哈，去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搜木姐，因为曹老师叫曹初木哈，搜木姐，然后关注他。您要是回复了"爱情保卫战"5个字，就会收到木姐的一份新人礼，记得去关注木姐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他跟你在一块儿大概率不会幸福，因为谁落在任性的人手里，谁都会倒霉的，不管爱不爱这个人。为什么我说你任性？你上台第一句话，你已经得罪了好多人，伤害了好多真正爱你的人。我们两个都是单亲家庭，我们两个都缺爱，你伤害了谁？你妈妈爱不爱你？爱。你妈妈愿意给你掏首付，你那么任性，想在大学就结婚，你妈妈因为爱你，行我宠着你，我给你掏这首付，你缺爱吗？你10个小时从绵阳骑着摩托车骑到了重庆，你爸没辙啊！我跟你妈妈离婚了，我说了你都不听，我亏你的欠你的，我怎么办？我急，我给你男朋友打电话，未来的老丈人，我给你男朋友打，你管管他成吗？我管不了啊，我亏他的，我欠他的。你爸爱你吗？爱。你缺爱吗？你单亲家庭缺什么爱？你当着我们所有人直接否定了自己亲妈，直接否定了自己亲爹。你的爸爸妈妈爱你爱到宠，还有他妈妈可能会因为爱他迁就你，但是他妈妈心里一定会想：我什么时候不爱我儿子了？咱俩还没成一家子呢，你就把我这婆婆拐着弯骂了一顿，对吗？对，任性，你一句话已经伤了很多人。还有谁告诉你单亲家庭的孩子都缺爱的？全天下有多少幸福的单亲家庭成长的孩子后来很出色的？你已经告诉他们，你们的爸爸或者你们的妈妈给你们的爱不够，人招你了，人都不认识你，干嘛一句话打翻一船人呢？还有啊，因为你任性，落在你手里的小动物，好吗？刚才文老师说了，要没你男朋友，咱们家4个宠物，哪个都活得没今天这么舒坦。所以人是这样，宠物是这样，谁落在一任性的人手里，大概率落不着好。所以啊，想结婚的时候别太自私，结婚是成年人的事儿。所以咱们先看看，咱们什么时候能让真正爱自己的人别那么辛苦，别那么担心，别那么时不时受个伤害得容忍咱们。咱们能做到这个之后，再琢磨结不结婚的事儿，您看好吗？好，得嘞，我说完了，请开门。这开心啊！有啥要说的吗？结婚证这件事儿，我也听各位老师说了，确实不能着急。我们需要先把自己的学业还有未来的工作都稳定下来，再去弄这些事儿。我就一句话，就是像刚才老师们说的，真爱就在我眼前，我好好珍惜。哎呀，真好真好，抱一下吧，抱一下吧。那我抱你吧，我比你胖。这是也是一对真爱的小情侣哈，真好。我其实可喜欢他，哎呀，看出来了，抱吧抱吧，哎呀。哎呀，好甜啊！而且刚刚看那对哥哥姐姐，其实我觉得结婚也挺幸福的。结婚就是很幸福的，只是婚姻真的是需要我们经营的，感情也一样。关键是他抱着跟我们唠。好了，我这人比较爱唠。那你们就开开心心，珍惜眼前的爱情，谢谢，好好奔自己的未来啊！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